时刻，我是陈莹。我们今天来看到台股呢，是一度是逼近了29000点的关卡。那么尤其台积电又创下了新天价，来到了1585元。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状况都知道啊，一定是受惠于我们的这个 AI 的需求所导致。但问题是在对岸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施总，我们看到其实啊，这个习近平2026年他发表的新年贺词，他就告诉了大家说，现在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还说这是我们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问题是，现在呢，他们所谓的 GPU 其中的二小龙摩尔线程、木犀股份，今天他们的股价是拦腰斩。对，没错。事实上，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开年的时候，他讲的这个贺词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值得非常大家注意。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工智慧的这个大型模型的你追我赶，然后芯片自主研发有新的突破，我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好，那讲的当然是中国嘛。他中国，你看我们去年有 DeepSeek 啊，然后还有包括说一大堆这个千问等等一大堆大语言模型表现不错。特别他讲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突破，为什么？因为他是说，你看我们去年来说话，不是有2家公司吗？摩尔线程啊、木犀股份啊，还有包括华为啦，还有寒武纪等等。你看这些，我们可以取代这个辉达，成为这个全世界 GPU 的重要的这个生产国。就他讲了没多久之后，就没想到今天开盘的时候，他所点名说芯片自主有了这个突破之后，这2家公司摩尔线程今天跌了3.5%，他们竟然敢洗人家脸。木犀股份今天跌了这个4.73%，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川普等于是洗这个习近平的脸啊，什么脸呢？他说，这个 H200来说的话，你就可以尽量可以卖吧。那就没想到中国那些相关的，你看百度啦、腾讯他们拼命的下单给这个辉达。所以因为下单给辉达之后，大家也看到嘛，这几天的时候不是传出说辉达说要追加200万颗吗？就他已经收到200万颗的订单了。我跟他讲了，事实上200万颗的订单，大部分原本是要下给这个什么摩尔线程、木犀，或者下给寒武纪、下给这个华为。既然有好货，我干嘛买这种比较次一等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完全去买这个比较好的 H200嘛。所以为什么陈颖一开始提到说，我们今天股市不是创下29000点的新高吗？另外，台积电来到1585嘛？为什么？因为这200万颗的这个订单，多增加100多万颗的订单，完全补到台积电啊，辉达也会好，那一定对台股会非常好，对吧？对，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Meta 它要买了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司叫 Manus， 它主要是做一个所谓人工智慧相关的语言模型的部分。就没有这家公司，中国央视曾经报道，他说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有我们中国的背景，就没想到现在居然也被这个美国把它收走。那这件事情来说，让这个习近平相当的不开心。你是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状元，然后就竟然被你美国给收买？所以说，出年他说大语言模型你追我赶，就没想到你把我买走了。然后芯片自主有了新突破，就没想到你就开放 H200，芯片来之后就把我打垮。这是路透社的最新的消息。之前他说，你看，由于中国市场需求激增，辉达跟这个台积电洽谈新的 H200的这个订单。那因为它库存呢原本只有70万颗，那现在增加到200万颗，所以你知道它增加130万颗左右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我跟他讲。因为这个是前几天的时候呢，辉达有跟这相关的这个公司说，跟中国供应链说，美国已经放行了。那看起来的话，习近平似乎也 OK， 那所以你们就下单吧。所以一开始下单的是12月28号的字节跳动。为什么字节跳动他就说这样？我给你追加3.2万颗 H200。那而且他说我下单给你的时候，请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所以他还预付了30%的定金。哇！可是你能多快有多快就给我多快。有钱能使鬼推磨。对，那既然字节跳动这样的时候呢，其他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说，那你都这样，那我们也要这样做，所以他们也都开始紧急的下单，而且都已经给订单，所以给这个定金。那给定金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辉达会在这个12月31号的时候通知台积电，就是我已经接到这么多订单了。那我跟他讲。这200万颗是第一阶段哦，才第一阶段，未来可能还会更多。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们是赶在，我就跟他讲，这个窗口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为什么不会太久？因为明年4月的时候，川普要去访问美国啊，访问中国。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习近平不会挡。但是到了明年之后呢，你不知道会不会挡啊？所以在这个紧急窗口的时候，他们赶快下单给辉达，那要求辉达用最快的速度，你要给我供货。但是辉达没办法自己生产，所以辉达怎么做呢？我就讲，
中国辉达的中国团队在29号下午的时候，内部拉一个警报，叫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对，了然后马上他们就通过一个叫做 TSMC 这不是我 Online 的们。台积电对，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了，如果你有要跟我联络的时候，你就透过这个 TSMC Online 联络我的时候呢，你就提交说你要下什么单。就他标的订单是这样 ，SHR-1，这是什么呢 ？Super Hard Run。1号，所以就是最极限啊，最极限的意思。最极限给我就对了。那最极限来说啊，台积电通常呢，他收到这个最极限之后，他会评估他要不要接。但是辉达要不要接？辉达当然接啊。辉达是他第2大客户，他现在最大是苹果，第2大是辉达。原则是这样，台积电的接单的顺序是说，你是我的大客户，我绝对会帮你做。对，就尤其是你前几大，所以他既然收到了这个 Super Hard Run 的这个订单之后，他就评估。那问题是，他要晶片，他要那些相关的这个产能啊，那怎么办？所以台积电取消原定要给欧洲电信客户的5万片的 CoWoS， 所以会影响到欧洲。对，它就是会取消次等的，就因为你不是重要客户的时候，它不会保障你的一个状况。春节7天的时候实施什么人机不停的3班制，所以它也就是说，它现在要的就是在尽快的速度里面把这个 H200呢赶货，尤其他们希望说能够在4月多，但是事实上来不及。最快的速度来说啊，搞不好是过年之后才能够交货。这也是为什么台股会创新高，因为台积电这个急单来啦。急单的这原本没有的单哦，它突然来了，所以就为什么额外的订单出来了嘛？好，对。而且那你知道辉达有做一手，什么一手？他怕说，我给你晶片，那万一说你把它拿去转卖，那怎么办？所以他现在说怎样？他现在维持他原本的他的这个 H200是2.8万一颗哦，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简单来乘2.8万乘以200万颗来说，你就知道说这个贡献度是560亿美金，而且都美金哦。对，这是美金哦。那美金来说的话，那台积电来说大概是约莫可以贡献大概10多亿的营收，10多亿美金的营收，所以这个等于是多出来补的嘛。好，对。那他说什么？他说要求你啊，你要签署什么？你不能够囤货哦。你要在30天内全部用完，对，30天内给我装机哦。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你要装机需求，你才能够买，不能够囤。他们看得到记录吗？他怎么知道他真的用完？对，他会严格来取缔你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辉达也做了一手，他这个做要给谁看？给白宫看。因为白宫就是说你们是在囤，他说没有，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你看辉达为了这个订单，他也是想了很多的这个状况。那你知道，既然是这个辉达出手的时候，那我就讲嘛，你这个摩尔线程跟木西股份一定暴跌。我跟你讲，摩尔线程真的蛮夸张，它上市的时候是个500多块，它最多飙到900多，它现在已经跌到500多，就腰斩。对，那这个木西也是一样，它最高也是飙到快900，现在又跌到那个500多。所以，事实上，我们讲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的这些所谓 AI 股为什么涨翻天呢？他们有一个概念非常有意思，叫做市概率。市概率什么意思？市场的市，然后概是几率的这个几率，市概率。不是跟市占率有关，对，市概率。对，市概率。我们都讲，事实上我们衡量股价的时候，有什么本益比，对不对？对。然后什么股价净值比，对不对？然后他们提出这个市概率。什么叫市概率？就是说，假设我这家公司有机会成为这个辉达的时候呢，那它就有一定的市值。比如说有1%的机会，那就有1%的市值这样一个状况。那大家觉得很夸张，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2家公司被评为说，他们有可能会有机会成为辉达。你哪怕有几率一点点，所以你看市场就给它非常多的本益比。你知道这2家公司啊，真的蛮夸张的。它这2家公司都是没有赚钱的，可是那它市值已经搞到几千亿人民币啊！那这已经很夸张的数字。但你想，中国就是这样，反正我就疯狂。但是因为现在戳破了这个泡沫嘛，因为他们如果辉达能够买，你谁要买这2家公司？其实他们也做不出来。对啊，所以就没有人要买啊。所以那你知道，事实上他们都知道啊。他们说他们会成为中国版的辉达吗？很遗憾的答案是否定。当然是。所以连他们都知道，连中国都知道。但是问题是炒的时候，大家就拼命的炒。好，那我跟大家讲，这个对黄仁勋来说到底有多重要？黄仁勋曾经有说过，中国的 AI 市场1年是500亿美金。好，那我们就讲以2024年的出货来讲的话，辉达出190万，然后这个升腾64万，昆仑是6.9万，这个天数智新，然后寒武纪，然后木西、穗源，那一大堆。这辉达也太多了吧，高于他们非常非常多。对，没错。好，那你知道，实际上它等于是说，如果扣掉这个辉达，还有扣掉这个所谓的这个华为，只有81万片。所以呢，那你光是
光是辉达就190万片，所以你要是让这就是已经黄仁勋这一笔订单几乎是把中国的 AI 新创全部歼灭了。好，那这里面有一家公司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摩尔县城嘛。那摩尔县城号称，他老板他老板以前是出自这个黄仁勋的公司嘛，对，科技业出身对他，然后他也都是穿他的模仿，他也是穿皮衣也是模仿这个黄仁勋哈。就那人家就说，那你到底技术能力到不到？这才是重点啊。对，好，那你知道他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说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那我们一起走。然后摩尔县城的一个状况，因为为什么他要发一个新产品？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发一个新产品是这个。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新浪科技报道了，国产游戏卡了，对，摩尔县城这个它叫庐山晶片，然后发布，然后这个游戏性能提升15倍，这对玩家来说非常重要。对啊，好，游戏性能提升那么多，那你就想，我们就讲，我们如果看这个很多产品的发表的时候，你看。你当然讲一下它的性能嘛，譬如说你看我的这个数字有多少，然后什么游戏是15倍，然后性能64倍，然后几何什么处理器，然后讲了很多一大堆有没有？但是那你展示给我看啊？问题是他就讲这样而已，他没有展示。对，那你讲这个是干什么？你只有 PowerPoint 啊，空口说白话。对啊，你讲这个，那你要展示给我看，就没有展示，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网络上就吐槽一堆啊。因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股民、很多中国民众也是很期待，你真的能够端出东西就没有，就人家网络上说什么？他说，要知道，摩尔县城3年的这个 S80的这个显卡。经过好几年驱动程式，它一直不断的更入驱动程式他说游戏性能已经跟1050 Ti 差不多那1050 Ti 是什么？就是以前很早古早辉达的显示卡。那它现在是5090，辉达最新的。他说已经是1050的15倍，所以就说你还是人家之前的1/15，现在最新显卡的1/15，你已经更新了那么多，还是这样子。然后他说 AMD 跟辉达拼了那么久。最强，现在 AMD 最强的7900 XTX， 它只能够跟5080差不多啊！你现在你说他还弄了一个中国字，中国人来讲，我的乖乖，那怎么可能嘛？不可能嘛！所以大家在吐槽这个摩尔县城。那我们看摩尔县城发布新产品之后，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中国他们这个相关的网站上面的。大家全部都在提，大家都来用了。摩尔县城只谈倍数，那显卡优化3年人无果。那摩尔县城现在用起来如何？大家全部都在吐槽它。优化3年实在太痛苦了一点。对啊，完全吐槽。你看中国版英伟达就是辉达，是个骗子吗？拿了钱不干事儿。你看大家一路都在骂他，所以我就讲啊，事实上中国民众也知道这个不可能嘛，你讲的是太夸张了对。那好，那我们就说于是有人就开始去实测。有人我们就讲中国还是有非常多人的爱国嘛，我就讲他们很多人会为了这个爱国买华为手机，因为华为手机就是很烂嘛他们也是会去买这个摩尔县城的，所以也是因为爱国心，所以去买摩尔县城。你看摩尔县城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性能提升1300%，有可能吗？对，他说摩尔县城的这个悟空，他们用这个所谓的悟空来测试。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原本是优化前是3 FPS， 就是每秒的帧数他就说我们优化之后可以是42，所以我们就提升1300%，讲的好像很厉害。但我跟他讲，一般游戏你要跑得顺的时候，至少要60帧到70帧，流畅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那所谓帧数就是每一秒你闪动的这个次数嘛。对，你越快的这个更新来说，你会看起来越流畅。那你看。原本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它这个会卡，这个是这个画面会卡，有一点一开始会有点卡顿的一个状况。这是另外一个游戏，原本很卡，然后后来再把它重新的把它编程之后，有稍微比较好，但是整个画面来说还是非常的卡。不行啊，这个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对，所以有人就说你这个显示卡还太烂了嘛。我就跟他讲，你玩游戏的时候呢，你最重要是流畅度，这个流畅度完全不行。那你卡一直卡很生气。那你更不用讲，如果你把这个拿去这个所谓做 GPU 的这个人工运算的话，那更是不行。所以这个完全是大家说这个没拼面的。好，那除了这个没拼面之外，所以我们才讲。为什么这个中国要买 H200？因为晶片太重要了，对，晶片太重要，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取缔，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不是美国破获很多，就是中国走私啊，或者说你要运到新加坡去了一大堆的。那你看，这是美国他们相关的报道，他说他们美国当局捣毁了一个相关的有关中国的大型人工智慧的走私网路，这是他们这样讲的直接 shut down。对，他直接有把它讲出来，人民都有。他说，2024年的10月到2025年的5月期间呢，Xu 等人的名字
资故犯的出口，还有试图出口至少价值1.6亿美金，然后这个受出口管制的辉达 H100跟 H200的 GPU，那时候是还没有开放，没有开放，所以对不对当时只能够买 H20嘛，对但是他们还是想要买 H100跟 H200嘛，不然怎么玩游戏啊对，所以你说他们就买哈。那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哦，这个案子是什么样呢？就美国已经盯上你了，那盯上你，问题是美国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时候，他们还派了一个卧底的卧底的进到这个仓库里面哦，好，他要进入仓库里面去看的时候，然后就说什么？他就说，我们有收集到证据，因为他们原本拿了 H100跟 H200的晶片来了，他们把它重新把标签撕掉之后换成一个叫做 Senka 样的这个虚拟公司，就变成是他把品牌 NVIDIA 换成这个 Senka 样，然后那换成这个 Senka 样的时候，Senka 样之后，然后还说他们出口文件，因为你要申报给美国海关嘛，出口文件，他说他把它列成转接器，然后这个转接模组。还有这个接空器的控制，海关的控制器，海关有这么好骗吗？那他反正能够骗多少就骗多少嘛，好，那你知道，实际上他们就准备说都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准备要运走嘛，运走的时候，结果你知道，他们还说这个是时间点还说出来了，是2025年的5月28号，好，那于是呢，他们当天就这个很多就开了3辆卡车进到纽泽西的仓库，准备要把它载走，要载走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这个共犯的这个群主就说，一名这个将货运到这个通报说有警察出现，卡车司机看到警察了，对，看到警察。那我说，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商品运到哪里去？对啊，就没想到共犯就说，你只要回答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好，就没想到过了5分钟就赶快解散这个聊天群组，删除所有的人的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想要糟糕，一定被盯上。就没多久，几分钟之后，联邦 FBI 人就来了，然后查扣这批高科技的这个东西，就这样。所以让美国，你看，美国为了要跟他们叠对叠，连这个卧底、这个所谓无间道的事情都做出来，还有联邦探员都做，所以呢，美国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就堵住这些走私。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所谓字节跳动他们要买？因为这是有公开可以买，我当然就买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除了这个一直买晶片之外，还有一开始我们讲的是 Manus 这个公司。对，好，我们讲 Manus，我们现在讲一下 Manus 这个公司。它是什么公司？好，那你看这是什么？2025年的7月12号，他说什么？早些时候，中国地方的政府跟 Manus 接触，然后表示愿意投资这家初创公司，但是被这个创始人拒绝的一个状况，他当时就跑到了这个所谓新加坡去了，他把总部迁到新加坡，然后裁减了部分中国员工，然后扩大在新加坡团队，然后聘请了新的员工。好，那为什么这个？你看，原本中国地方要投资哦，好，所以你看中国是想把它留下来的。那为什么把它留下来？你看，这是在之前的2025年，去年春节之后。他们央视还有报道这个哦，传奇报道，人工智慧的新成员 Manus 有什么本领，然后还介绍说，你看他们在武汉市他们的这个相关去拜访这个 Manus 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你看当时还很多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为什么没有人？因为他已经被卖掉了。所以就是说，中国其实一直想要把 Manus 留下来，但是 Manus 不但是跑了，他甚至呢还想淡化他的中国背景。他就说，而且他现在卖给谁？卖给了这个 Meta。所以你看，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嘛？他这个 Meta 最新就收购了这个 Manus 这个公司嘛？他就说12月中开始已经开始收购。那我觉得这家公司其实是还蛮厉害，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演算法或者他们的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运算能力是蛮强的哦。所以他等于是又把这个人挖走了。那挖走的时候，他这个 Meta 是说我们要用这个 Manus 来接入 WhatsApp 还有 Instagram 等平台的这个流量，用这样进去之后，让它整个人工这个智能运算会更强。所以你看，整个中国呢，这段时间里面来说，它只能够挨打，比如说用这个美国的 H200，或者说这个所谓美国要的这个 Manus 的公司就把它收购走。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都没有任何的还击能力。所以我才说嘛，4月之前就是川普去访问中国之前来说，我觉得习近平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时候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中国会去买很多 H200，或是买这个超微，他也可能会去买 AMD 的，对，或者买 Intel， 反正他们能够买多少晶片，就一定买很多的晶片。那甚至呢，美国也会在这个时候呢，能够收购多少中国的 AI 公司，他们也会收购非常多的中国 AI 公司。好，所以国珍，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像 Manus 这样子的公司啊，它有着非常好的 AI 背景，但是它不愿意留在中国，它宁愿跑到新加坡去淡化自己的中国背景。但问题是，现在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 AI 新创公司，他们留在中国，会不会是变成 AI 最后的狂欢？然后呢，大家全部变僵尸？所以他们现在急着赶快要上市，因为中国很快就可以买 H200嘛，所以你可以在1个月里面看到3个奇迹就发生了，分别有3家公司，摩尔线程跟木西，还有今天最新上市的叫必任科技。那你
看它一上市，你知道它涨多少吗？涨了118%。虽然你看起来股价是34块左右，你知道吗？它市值已经900亿，900亿港币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它已经追上我们的华硕公司了。你知道华硕做了多少年才有今天的成绩？它只是上市就可以追上，跟市值跟华硕差不多，因为他做的就是 AI， 赶快用它的残余价值，不然等到时候 H200能够买的时候，它会马上下跌。那为什么这些公司赶快要上市，赶快去把股价弄高嘛？我们来看摩尔县城跟木犀的下场就知道了。因为美国一说要开放 H200，你知道吗？跌了多少吗？对，摩尔县城一上市涨了700%，涨到了940块。那时候它市值追上了联发科，你知道它现在跌到剩587，你知道跌到多少吗？跌了2家玉山金。天哪！你要想，这是2家玉山金，如果有多少中国股民去买这家股票的话，你赔了多少钱？现在变壁纸。对，当然还没到壁纸啦，还有1兆多左右，但是跌了7000多亿。那木犀一样涨了快700%，它现在跌到580块，相当于跌了一家台塑石化公司，台塑石化公司，所以跌很快。那为什么他们赶紧目前？因为中国公司也不会买他们的 AI 晶片，中国公司会买谁的？买 H200的辉达的晶片，所以赶快上市，避免自己成为僵尸，利用最后的残余价值，赶快能够捞一点钱，跟中国股民割一点韭菜，拿一点钱才是对的。那为什么像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都宣布要跟辉达买200万颗的 H200，那一下子台积电当然不够用嘛。那为什么他要买辉达的晶片？为什么非得要跟他买美国的华盛顿观察报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晶片的禁令，所以他们的技术其实还是落后10年。所以这还是一个实话嘛，赶快上市，因为落后10年，才根本不可能追得上，所以中国公司的行为才是诚实的。那我要说哦，其实是晶片禁令有效哦，不是中国公司做不出来哦。所以华盛顿观察日报讲的是事实哦。所以我们来讲，今天上市的必任，它其实是一家相当厉害的公司哦。在2023年，它被美国制裁，要求台积电不可以卖给他之前，他已经做出什么？你知道吗？他做出了 BR100的晶片，用的是台积电7奈米的制程，当时已经追上了 NVIDIA 辉达的 H100咯。那你把细节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家公司还不容易哦。他又推了个 BR104，一样用台积电的制程做出了 GPU， 他还用了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还用了 HBM 的晶片。你今天想，这是3年前的事情。他在3年前必任这家公司就已经追上了辉达了，所以他不是做不出来，他只要用台积电的晶片、台积电的技术，他就能追上辉达。所以关键是什么？台积电，而不是中国做不出来，这还是重点。禁令还是有效的，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来说必任不会被制裁，结果后来彭博就说，美国的晶片法规其实就把必任盯上了，所以他在那时候才被封杀，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他看不到他的技术跟所谓的未来希望，所以他今天上市之前，为什么我说叫残留价值，赶快把它炸出来？2024年台积电无法出货给他，他被制裁之前，他其实的联合创始人一个都落跑了，他们都已经认了。你不要小看这些联合创始人了，像这个徐林姐，她以前是在 NVIDIA、在 AMD、在三星。就是做 GPU 做 AI 晶片的，好，这个资历非常完整。创始人这个焦国芳做什么？以前曾经在高通做11年，专门就是设计高通的 GPU 晶片，然后一个做到阿里的 AI 的总监，一个做到华为首席科学家。2019年创立的时候，他们其实实力非常强。不过2024年的时候被制裁之后，全部都离职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家公司未来是没有希望。我们来看营收就知道，被制裁之后发生什么事。每年营收49万6000多万，3亿多，根本做不了3亿，然后亏14亿17。我现在讲的都是人民币，也要亏15亿，都是大赔了，所以根本没有希望。所以他们早就落跑。所以现在上市的叫什么？残余价值就一个 AI 梦，那代表什么？美国的制裁是有用的，所以一个人现在讲了实话，这也是今天最新的新闻，是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克里斯托夫·富凯讲出来，其实中国不可能自己做出他自己的 EUV 极紫外光的设备，因为他在8年前就已经无法取得 EUV 设备的存取权，也就代表他们没有办法用。那半导体是怎样？每隔18个月摩尔定律就会推出一个新世代。那他8年没有拿到，他已经落后5个世代了。所以
这不是中国能不能追上，中国不可能追上，因为 EUV 极紫外光根本不是一个层级，这不是3年的问题，而是10年你都追不上。到底还有几个10年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必任来讲，刚才不是讲吗？曾经他一度追上辉达，结果他的创始人真正在 NVIDIA 待过，真正在高通待过的人其实走了，所以剩下创办人叫张文，他以前是做什么？其实是哈佛法学博士，哥伦比亚的 MBA，纽约的律师，很会找钱，资历很完整哦。对啊，3个人搭起来刚好一个会找钱，2个是有技术的，所以他们是真的会做啊。现在只剩他了，所以这家公司未来的考验是什么？你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堪用好用，你根本跨不过去，所以最后下场这3家公司虽然追上了华硕，追上了联发科，可是他未来几年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所以会可能重演当年大基金的梦想。大基金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重蹈当年的事情，就是你会变成一家僵尸公司，你拿了很多钱，募了很多钱，可是你做出来的晶片为什么没有台积电，你就做不出好晶片？好，所以宇轩，其实呢，如果说到了 AI，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那么尤其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开电动车，所以我们来看到有人就挑战了，我能不能就是用电动车来横跨美国大陆？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光是横跨美国大陆，光是人开车至少都要1个星期对，没有。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各种自家晶片，各种悲剧发生大型车祸现场，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为什么？因为你看了美国，这是 Tesla 它最新的一个第14版本的，也就是它的 V14新出来的一个自驾，结果没想到不开不知道，一开吓一跳，因为原本我要横跨整个美国，从西到东，对不对？大概要开10天，因为人要干嘛？对啊，上厕所要休息，要睡觉对嘛，累得要死，一天只能开8个小时，还要吃饭，还要加油，无微不至，还要出来伸展一下。对，就是他靠了自驾车，全程 FSD， 也就是全程都是特斯拉自己开，只开了2天。又20个小时，这太夸张了。对，就把我们讲2732.4英里，大概4397公里，全部开完，直接从西开到东。那看到他就给你看，我全部都是100%自驾，而且我时速超级快，然后沿路他就这样一路飙过去。然后你说宇轩，可是他停车的时候总不行了吧？也可以。然后我知道你看过很多中国自驾停车会把人给撸下去，他不会，他轻轻松松直接我们讲的。非常惬意，就直接到停车桩，从饭店停车啦、充电啦，横跨24个州，从 LA 一路开到 Florida， 而且呢，行中还经过 Miami 跟 Denver， 有史以来最安全的驾驶。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开都没那么安全。对，因为这不是会累啊，这不是广告啊，各位啊，这是这个男子，这叫 David Moss， 他自己无聊去测试的。他就是新买了一台 Tesla， 然后想说我就来测试看看，就这个版本真的让他做到这件事情。结果我们做一个对比好不好？好，你知道吗？跟谁？跟人。因为最近有美国出现很多状况，说如果说你如果不睡觉，然后想要这样穿越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看德州就有一个戏剧系的影片，这个影片是什么？就有一台汽车你看开始在飙，你看，天哪，空气啊，好可怕！所以我每次开车看到前面那边晃，我就觉得开始很恐惧，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撸到卡车，搞不好撞完之后人还在睡，你知道吗？搞不好还没醒来，也太会睡了。对，就不然你就别醒了，好不好？就是一路睡下去。那内华达之后也是一样，有一个司机也不知道为什么来，问你看他在干嘛？他直接往那个拿马控，就是混凝土墙，直接冲进来，落水，就是人开的。所以你想想看，大家想说，不是啊，你自驾车，我想你现在叫一般的驾驶去横跨美国，没有人有多少自信，但他竟然可以安全的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带你看内部，为什么内部他会这么厉害？这女的，她就跟他讲说。是挂因为他是 Tesla 嘛。他哪里人呢？他是中国人。挂跟讲话说人话，然后挂就跟他讲说，本来讲英文，后来改成中文。他说，我等一下呢要先去一家星巴克，去完一家星巴克之后呢，我要在公司再停一下。去我的公司停一下之后呢，我想要去有一个地方，好像什么爱乐之城的那个爱乐之城那边好像可以跳舞，可以蹦迪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请你帮我找好。就这个挂大概1分钟之内把所有路径规划完。星巴克也帮他找好，而且他不用开这女的手都不碰，完全不浪费时间。对，然后他就自己开到星巴克，自己停下来他买完车上来之后，然后他再去他公司到公司又停下来然后呢，他再离开再回来，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带他去那个蹦迪的地方，然后他连里程数全部都算清楚。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高级的自驾系统，
这你很难想象说，如果说没有台积电的晶片，或者是没有先进的制程，这不可能办得到的嘛。因为我想这个让我觉得最夸张是什么？点餐，大家可以在车上点餐。我们都有去过得来速，对不对？对。来，我问你，它可以判断地理位置，可以判断住址，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它可以判断点餐口。他怎么判断呢？他开到点餐口自己停下来，他的摄影机，他的 AI， 他跟个 baby 一样，他有办法去判断说，哦，这里应该要停了。也就是说，这个 AI 它懂怎么点得来速，对，他知道这里是点餐的地方，你知道吗？他的点餐底下，然后你看为什么方向的转走？因为他付完钱了。付完钱之后来，你看他又停下来，他为什么又停下来？要干嘛？要取餐。取餐口，他竟然连这个都会，这太神奇了吧？然后你知道吗？甚至是有特斯拉开路上嘛，他就开一开，然后他突然间开始停下来，为什么突然停下来？障碍物吗？听到声音了，哦一哦，也要让救护车就对了。对，救护车、消防车。那为什么我们给你看一个数据？这是旧版的，2025年，这还没有把 V14纳进去。整个 FSD 也就是自动驾驶系统，每636万英里才会发生一声事故。你知道它的事故的几率是人类的，我们讲的多少？人类是它的7倍，也就是你一台自驾车，你交给电脑来开。人类的危险程度比它高7倍，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可以判断很多，包括现在它不只是视觉而已。来，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知道是什么吗？来，我们再重看一次哦。这个人刚刚喊停，他在挥手，他说停，他停了，他真的停了，他又叫你往前走，他又动了，跟人一样，哇，看得到的感觉。我跟你讲啦，有些驾驶你跟他叫他停，叫他挥，他都不理你了，就自驾更加遵守规矩啊。最厉害的是什么？紧急应变的反应，这个我就真的做不到。比如说他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看哦，这个正常驾驶不可能做到。各位刚刚反应没有那么快的，那是自动驾驶哦。你看，他瞬间一个 movement 就闪掉，然后包括可能有人呢突然从路边冲出来，他也一个 movement 就闪掉。为什么我讲他这种连续闪躲的动作，他甚至是有那种，比如说遇到脚踏车，那脚踏车就过来，然后旁边有一台车，他瞬间他就可以从中间这样钻过去。我会报告啦，你看你像这个你怎么闪啊？那个人就这样跟我们讲鬼一样，突然间半夜那根本视野不好，然后就这样飘过去。反正他各种奇形状况的角度，所以各位啊，你看到这边的程度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说 Tesla 真的突破了人类一定的这种我们讲极限。好，所以慧珍，其实我们刚才看了很多 AI 的例子，成也 AI， 败也 AI， 尤其呢现在 AI 也开始做诈骗。我真的觉得中国景气不好，光从他们诈骗集团骗的金额，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搞了5万多人，骗了5万多人，结果金额只有骗到300多万。你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原来因为很多人那个手脚实在太差了，马上被人家发现。结果他们现在是发现怎么呢？竟然就有人呢，这个30多岁的一个，他说张丽啊，他说看了一个算命的影片，结果他就说，那我想算一下，就对方就说，有什么事啊？然后他就传给他一个东西，他说不是啊，这个应该不是我的吧？他说那个不是你的，那不是你的，不好意思你用你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啊这一些，然后告诉我。在骗个资的时候，在骗个资嘛，对不对？对，在骗个资，然后骗了个资之后呢，不是，他就真的帮你算，他就把你拿去喂 AI 啊，就 AI 你知道，他就可以跟你讲嘛，他就是说，哎呀，你这个整个印星过旺啊，风水磁场很混乱啊，导致你有财不聚，损财失财啊，然后呢困难重重啊，所以你想不想要消灾解厄？你想不想要感情路可以很顺利？想吗？谁讲成这样，谁会不想？大家都想啊。好，本来是只是68块问卦，之后就说好，那再来一个300多块，我就可以帮你消灾解厄。48再加300块，嘿，就再一个300块，就弄了一个300块之后呢，他就给你一个化解一个铜钱啊，化解完之后，他说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只是暂时的，你想要你今年就是都是那个风风火火的可以赚大钱，那你当然想嘛，好。再来一个多少？再来一个500多块，就赠送你一个符。好，然后最后给了500多块，给了一个符就发现那个是打印的。你看这些都是有，你看这些都是有价钱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我帮你算一个卦要600多块最高，帮你化解的话呢，也要888。还有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符，它虽然是赠送的，但是它灵不灵呢？当然是不灵啊！因为为什么后来被人家识破？不对啊，你这个还是用影印的，那根本就是糊弄我的嘛。结果呢，他们就说这一团真的是贼啊，全部都乱。你知道后来被人家破获，看起来很多人几十人，但事实上都是无业的啦，兼职的一个厨师啦，然后还有甚至有未成年，他们还有分组分什么组呢？就有一个专门在网络上投骗的，然后呢就先让你骗你的八字啊，比如说你生辰八字，然后就告诉你看今年的流年，骗进来之后呢，然后就
有一个道士出场，然后道士出场之后呢，他就会开始跟你讲啊，说哦，我跟你说，你今年因为怎么样，你犯了怎么样？你刚刚那个问卦只有68块，没有办法，你要一整年就要刚刚讲的，至少288起跳到888，所以呢就开始用推销高价。高价之后呢，开始用 Photoshop， 对不对？就是要你说那个什么影印这一些东西啊，然后呢有技术提供组之后，到最后当然就是收款组嘛。结果后来他们还打出一个名号，什么名号呢？我跟你讲，算不准的话呢，我会退钱。真的假的？假的，从来没有听过算命会退钱的。他讲了一大堆，全部都假话，就只有这个是真话。真的还有人都说到退钱了，超好笑。那个因为为什么发现说有退钱？因为这个被刚进去的这个诈骗猪仔啊，他进去之后他就说，我其实我算不准，他跟我说他后来是没有交到女朋友，我有退钱呢，还真的有退钱。就法官心里想说，你这个怎么还退钱的？难怪这个业绩不好。就最好笑是这个人讲说，我其实加入没多久，那个客户我退了他300多块，结果呢，你知道吗？我的老板竟然还不发我工资，所以他从头到尾骗了人，然后退钱之后，结果他钱没拿到，惹得一身腥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